嗨，大家好啊！今天3月5日啊，先说一说这个数字货币啊。数字货币呢，随着这个 CoinCam Financial 获得美联储主账户权限啊，比特币融入正规金融体系的进程加快，所以昨天呢，这个比特币呢飙升到了74000啊，然后现在呢又回落了啊，回落了，现在回到了72800，然后以太也是回到了2129啊左右。现在是这么样一个状况啊。昨天呢，反正都是暴涨啊，然后又回落了啊。这个首先是数字货币啊，然后，这个诉讼这个关税退税呢，最高法院裁定全面关税无效啊，然后特朗普政府呢面临比如说 Costco 啊、FedEx 啊等等等啊，包括我们沃尔玛啊这些企业啊，这些跨境比较多的企业呢，要退还约1750亿美元的关税压力，这成为国内政策的重大转折啊。但是大家注意，这1750亿美金的关税呢，是需要通过诉讼去获得的啊。这个事情我之前已经讲过了，虽然是可以退，但是这个诉讼期可能会长达半年、1年，甚至要排大队，对吧？法院的资源就那么多，那么多企业都要退，那估计法院要专门辟出一条，单独开辟一条路径来处理这个关税的事情。那是准备所有的企业一起处理，还是一堆企业一起处理，还是一家一家的企业去处理？这个事情就不好说，对吧？虽然对所有企业都是利好，就是商品已经卖掉了，那么多出来的这些东西回来。这些钱回来都是成为企业的现金啊，或者成为企业的一次性收入啊。但是这个时间会拖得很长啊，什么时候能落地不知道啊。就算判了，以搅屎棍的性格，他也不会那么轻易的服软啊，肯定会搞出其他更恶心的事情来啊，拖着不还这个关税啊，这个是大家要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最近的市场呢，再加上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局势啊，所以市场估计会比较动荡啊，大家还是要有耐心啊。就是我一直在说，就是最近市场会比较动荡，要有耐心。包括特朗普随时会扯淡，对吧？一扯淡，这个市场就不好说了啊。反正搅屎棍，我也不知道他哪天要搅什么屎啊。这种狗屁的 social media trading 啊，就是特朗普账户的这种交易啊，就是专门盯他的这些言论这种交易。我他妈的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啊！这种事情现在做这种市场做的心太累了，就是特别是从2025年开始，2025到今年啊，这1年多做美股真的是我做美股历史上最心累的一年啊！已经完全不知道他每天要干嘛，每天都在这个担忧中度过，是吧？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这个样子啊，反正也无所谓啊，反正大家适应市场就好了，无非就是现在就是少一点点利润，对吧？每天都得带着一点点的这种风险对冲的头寸，就怕他什么时候又给你扯个蛋啊，又是一条大阴线咣当砸下去啊，这个事情谁他妈知道，对吧？所以这个搅屎棍啊，我真的咒他死全家啊！这个大家不要怪我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恨他，有多少人爱他啊。你如果爱他的话，那你就不要来我这里了啊！我是天天都在骂他的，好吧？然后说一说这个苹果啊，苹果发布的新品呢，MacBook Neo 还有 iPhone 17E 啊，就是走向了这种向平价市场偏移啊。其实说白了，这个事情我在去年11、2月份我就在说苹果要开始做下沉市场啊，要下沉市场，然后准备降维打击，对吧？毕竟这个 MacBook Neo 这个$599这个定价对于很多的这种品牌特别是像像这个IdeaPad 对吧？就是 Lenovo 的 IdeaPad 包括华硕的一些品牌对吧？包括甚至其实对 Google 的 Chromebook 都会有一定的冲击但是这个 Neo 版本呢，这个8GB 的这个RAM 呢，可能就不适合太多的这个工作用但是苹果的本身的这个存储的，就是在内存方面的这个优势就是它这个自动调用 Swipe 的这个功能呢可能就会8GB 其实也够用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够用了。好吧，这个是先说到这里，因为毕竟也没拿到正本，我也没法评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也不会去买这个对于我来说完全不够用8GB RAM 开个 Xcode 开个 VS Code然后再开几个 Chrome 就直接崩掉了，它这个8GB 的 RAM 完全扛不住。好吧，这个是苹果的事情，然后说一说 AVGO 呢，现在盘前是在飙升的盘前飙升了6.4其实这个数据呢，怎么说呢？
6.4其实也算是比较平淡了啊，就是相对于它昨天的这个报告来说，它昨天呢是基本上一个even的这种状态，就是和预期比较even的一个状态啊，但是这个even呢其实也已经很炸裂了啊，它的营收达到了193亿啊，同比增长了29%啊，然后调整后 EPS 是2.05，高于市场预期的2.02啊，这个呢是刚刚好的，就是我说的even就是没有高太多啊，它高是高了。AI 半导体营收84亿啊，同比猛增106%，已占公司总营收的44%左右。盈利能力呢，EBITDA 也就是息税前利润占到了息税前利润调整为113.3亿，利润率高达68%啊，自由现金流80.1亿啊，占营收41%，显示出极强的印钞能力啊。激进指引呢？对未来的激进指引啊，就是 Q2 营收指引预约为220亿啊，远超分析师的206亿。AI 业务加速，预计 Q2 AI 半导体营收将进一步攀升至107亿。长期宏图，公司设定2027实现1000亿 AI 芯片营收的宏伟目标。基本上呢就是这么样一个状态啊，这么样一个状态呢，其实说白了呢。这份报告呢对 AI 需求端放缓的疑虑有些打消啊，相对于英伟达、博通通过这种定制化芯片加高性能网络加软件平台三位一体的模式呢，成功转型为 AI 基础设备的核心底座其实说白了就是说，英伟达呢只是卖产啊，这个家伙呢是卖挖掘机啊，我可以这么比喻啊，这个家伙是卖挖掘机你卖个产呢，这个还不是自动化的这个卖挖掘机呢就是开上去就可以直接用就不用再组装了，好吧，就是这么样一个状态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虽然牛逼吹的震天响但是他的这些所谓绑定的这些客户呢到底还有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资本支出的能力，对吧？虽然他说证实公司已经锁定了第6家AI 客户作为并正在为顶级客户出货第7代的 TPU 呢主要就是 Google包括这个Anthropic 对吧？然后基本上呢现在就是这么样一个样子，但是这个定制化的东西呢并不是所谓的自研芯片并不是所谓的自研芯片，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区别。好吧，就先说到这里吧。其实 AVGO 在这几家公司里边，这几家芯片大厂或者在这个 AI 军备竞赛的硬件厂商里边我觉得还是比较 OK 的至少我昨天去做空它财报的时候，我还是带着一点点保护不敢裸空你不像做英伟达，我是真的就是裸空进去直接空CRWV 也是直接裸空就空进去了都是单腿出奇迹然后这个AVGO 我确实没有敢裸空果不其然它是这个逆涨了，涨上去了这个倒也无所谓反正做空失败嘛，这个财报完全是有一点点赌博的运气的成分在里边，好吧这个是 AVGO 的情况。然后今天呢，我估计这个 VIX 呢会继续往下回落这个现在呢反正是虽然比昨天收盘高了一点点，但是呢也是高开低走，估计我要往下回一回。回落呢 ，VIX 回落很正常主要大家还是要等这个明天，还是要等明天这个就业数据反正这周的美股怎么样走，还是要看就业数据。现在整体的油价还在上行虽然上行的幅度不大，但是只要伊朗这个事情不解决，中东还在乱，油价又要升，油价一升，通胀就按不住，通胀按不住，如果就业再失速的话，再居的话，再挂掉的话，那整个局面就非常非常难看，那基本面就崩掉了。那么这个估计是搅屎棍不愿意看见的那么明天的数据会不会是 Excel 出来的 ？Who knows 反正现在改数据，这个美国的这些统计机构改数据，手写数据也已经成为常态了，对吧？很多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和真实情况不符合的。而且现在华尔街基本上也没有人看数据了，我们也看数据，也就是看个笑话反正现在看美国政府就他妈在看笑话特别是这些数据完完全全妥妥的笑话，真实反映的状态根本不是这个样子。OK， 那就先说到这里多的不说了祝大家交易顺利，我们盘后再来见吧，拜拜。